嗨，大家好，我是老魏。今天是大概是10点多、10点半吧。我退房，现在是在芽庄的海边的一个酒店啊。那我今天退了房呢，我就准备往西贡骑。我的预计，因为我没有时间停留了，我可能会在中途哪里过夜，然后我就一路不停的往西贡骑，那可能会花2天时间，因为这里到西贡是430公里，就我住的地方，从这里导航到我西贡住的地方大概是430公里，那我每天骑个200多公里，正好到西贡。芽庄给我的感觉实际上也不错啊，非常好啊，但是我觉得芽庄和岘港两个城市相比的话，我更喜欢岘港的。喜欢岘港会多一点。芽庄这边旅游资源比较丰富，可能开发的太早了，还是什么规划我觉得没有跟上啊，仅此而已。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景点啊什么都挺美，挺好。而且芽庄这边我昨天去看了那个占婆塔，我觉得蛮吃惊的，在越南能看到1000多年的遗迹，这个相当不容易了。而且在越南这么小的一个城市，如果说在河内看到1000多年的遗迹，我觉得这很正常啊。但是在芽庄能看到，确实挺让我吃惊的吧。以前我也看过那个占婆塔，但是我没有去研究它。前天潜水，前天去潜水，镜头上可能是水压有点高，然后镜头里面进了一点点水，但这个水汽都出不来。这2天因为是没有长时间在户外嘛，就水汽就没有出来，还在里面，但是不影响我拍摄所以我暂时也不管它，稍微有点水汽在镜头里边。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那水汽有点那个，看起来挺多的，实际上没多少。特别是从那个酒店房间从空调房里面到这个室外室温，到室外的时候，它那个水汽本来是水，一会儿变成雾了，一层在那儿凝结着，但是不影响拍摄拍出来还是很清楚。如果是下雨或者在潜水的地方，那个玩什么东西的是不会进水的，因为在水下时间比较长我也没有操作它，所以也不太会进更多的水，可能一些水汽通过这个气压进去了。那如果去更深的地方呢，就比如说深潜，那就需要防水套的。所以下一次我再出来旅行，我要带一个防水罩万一我来个深潜呢，对不对？我现在到陈福桥了，那陈福桥这里过了就是陈福路了。这右侧是盖河那我们还能看到那个叫什么占婆塔，波加纳占婆塔。这个时候只能看到塔尖只能看到塔尖因为边上的植物太茂盛了。今天天气不太好，今天有点雾雾很重，所以拍海上都是一片茫茫，在苍茫的大海上，就这种感觉。这里就是沉香塔，越南芽庄的地标之一。我们都知道越南芽庄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然后它的特产就是沉香，所以这个沉香塔在芽庄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地标。原来沉香塔是粉红色的今天我们看全白色了就是芽庄沉香塔从粉红色变成白色了很有意思我刚刚做了个导航我正好到潘切，是到胡志明的一半。那今天晚上争取住在潘切。
到潘切呢，差不多是220公里。那我正好住在潘切，到胡志明大概430几公里，潘切刚好是一半。其实我们住的地方在芽庄北边啊，芽庄的海岸线偏北。那再往南呢，就是芽庄的市区了。啊，也就是我刚刚走过的地方，像沉香塔呢，都是芽庄的市区。在芽庄啊，中文的字啊，中文的标牌、中文的商店随处可见。那餐厅我们就不说了，有大量的中国餐厅。啊，昨天我喝咖啡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个中国餐厅，我当时还以为是越南餐厅，啊，直到老板出来说那餐厅是他的。啊，我才知道哦，原来是中国餐厅。啊，在芽庄做经营餐厅呢，可能这几年确实是非常辛苦。本来今天我跟他约了一下，说是，啊，如果他上午能起得来的话，就跟他约一个访谈。结果那哥们儿呢，昨天回去太晚，因为整个店嘛要打理嘛，所以回去特别晚，一直到刚刚才给我回信息。啊，现在都11点了，给我回信息。我现在已经离开那边很久了，啊，我就不愿意再回去了，只能是下一次再跟他聊了。其实，在芽庄旅游，很多外国人来的话，不知道怎么来自由行，自由行就比较头疼，因为你要去的海岛太多，你不知道怎么坐船。我们是80万越南盾包了一艘小船。啊，去哪个岛啊？去哪个那个？你给他讲一下，这一天就给他80万。反正我们要离开这个岛了，就打电话给他，从早上9点到晚上5点，他都可以。如果你超过5点钟还没有离开岛，那给他点小费就可以了。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在海上你包了个出租车，啊，240块钱人民币，包了一辆出租车。我这次着急回去，因为我签证快到期了，啊，早点回到胡志明，然后再来芽庄。我就是跟刚刚那老板说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是着急回胡志明，我就不能等他。那说实话，一个外国人啊，在越南芽庄这边创业，确实要经历很多辛酸辛苦，啊，要经历很多别人无法想象的一些困难。所以我很想知道他的心路历程，啊，特别是这几年的一些经历，啊，分享给大家，以及今后如果大家来越南、来芽庄旅游或者生活，那需要有哪些可以吸取的经验？我相信他这边可以提供很多经验给大家。那等我下次到芽庄来吧。现在基本上已经出了芽庄市区了，这里好新啊，感觉这应该是港口啊，这附近应该也是港口，好新啊，有很重的鱼腥味儿。啊，那边就是我们出海的附近了。有可能早上鱼市散发出来的腥味儿还没有飘散干净。哎，那我看到加油站了，这个必须把油加满。在越南不加满油，感觉心里面怕怕的。加了6万越南盾，感觉越南的油价又涨了。我这里加的是24430，前几天在中部加的是23000多，这边24000多，怎么到中部这么贵啊？是统一涨价还是
局部的加油站涨价，一升涨了几毛钱。因为到芽庄这边我就不需要那个矿泉水瓶子装油了。这里再往南一路上，我听说是交通特别好啊，加油站也特别多，人也比较多，所以就不需要再备个油箱了。其实我们其实在越南骑摩托车出游啊，中午最好啊。如果大家是挨不了饿的话，中午最好自己带点东西吃。我是几天反正中午都没有怎么吃饭，都是早上一顿，晚上一顿。那这样的话也没觉得怎么饿啊。大家如果能习惯这样的话没有问题，如果不习惯，说因为想骑行的话，那中午的时候你一定要给自己备足了干粮，不然的话你会饿得很难受，甚至找个小店都找不到。啊，农村里他那小店你要会问还没有问题，你不会问的话，他可能连小店你都找不到，特别是中部那几个省啊。